别喝，喝了会死。毁军粮，斩！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再分下去，今晚全屯都得死。全屯断炊2天，你打翻救命粮，想饿死大家？我只打翻1碗，你分一整锅，死的就不止一个孩子。流放醉卷，也懂军粮。穿越了，还穿成了流放犯。我不听疯话。清水白布，翻开粮袋，我当场验给你看。将军，不能让醉卷蛊惑人心。你怕我验不出，还是怕验出来？粮是陈梅粮，袋是新换的，有人把好粮调走了。开仓！干坏好事，让他活不过今晚。将军，出事了！都饿成这样，一起煮得了。没粮混进去，干净粮也毁了。外干内净，先单独煮。老人、孩子、伤兵先吃。那其他人呢？豆料泡软分2次煮，能顶1夜。明早查草料库和盐仓账。说的好听，几百张嘴，所以也不会凭空消失，人也不会凭空饿死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不查，他们就会放过我吗？账上新麦，仓里没粮，新麦一定被换走了。进仓车折浅，出仓车折深，没粮进来，好粮出去。这是将军的印，粮仓调拨有你的印，现在还想全推我身上？印文很像，但边角不对，真印右下角有缺口，这枚没有，是仿印。3日救急，他连今夜都撑不过。烧了，不能再吃了！别烧，都生虫了，留着害人。虫在袋口，不在袋心，是有人刚撒上去的。虫是烂草堆里抓的，豆子没坏，是想逼我们烧掉能吃的。谁碰过豆料？有个伙夫进过仓，说搬水。一个流犯说没坏，就让全屯吃虫粮，出了事谁担？我担。表层一指后全气，内层淘洗酒煮。这碗能喝。将军，他若稳住粮荒，粮仓案就压不住了。可账上有更有你的眼长。仿得很熟，见过真印的人不在少数。有人给我银子，让我撒虫。他说，只要沈之和救不了粮，全屯都会恨他，血口喷人。带下去审。等等，现在审他，背后的人会断尾。你想怎么做？放出消息，就说豆料毁了，今晚全屯无粮，谁急着转走新麦，谁就是后手。快，把新麦转到北坡废窑。找到了，真是好粮。谁让你运的？新麦干净，刚入仓不久，够全屯撑过3日。快回去！等等，又怎么了？他们敢藏粮，就可能在路上设局，不能乘车运回去。一半走明路，让全屯知道粮找回来了；一半暗路，先送伙房。还要调人？粮找回来只救3日，抓到主使才能救以后。按他说的办。你胆子很大。我胆子不大，我只是饿过，知道粮有多贵。凭什么他们先吃？他们最扛不住，青壮多撑半个时辰，全屯少抬几具尸。我晚点吃。今晚少吃的人，明日补足。救急不是让好人吃亏。将军，不是粮，是均田。他们要的是朔北均田土。他们不只是偷粮，是想让朔北永远种不出粮。粮都找回来了，还种什么地？找回的粮只够撑3天，地活不了，明年还得。年年屯田失败，原来给的全是废地。地是差，但不是没救。这地白的像撒了盐，能种出东西我吃土。表层严重，底层没坏，挖沟洗盐，混草灰马粪，先是耐寒麦种。7日验地，能看到什么？看不到粮，但能看到苗。苗活了，地就没死。10人挖沟，2人烧灰，4人搭暖棚，水引沟里，别乱泼。想吃明年的粮，动手。将军，这粗活我们来。我的军屯，我挖第一草。靠里站。将军，底下有东西。这里本来能排印，是被人堵死。陆家救案和这片地有关。将军，这是3年前陆家军田营的牌子。当年不是说陆家私吞军粮，才害朔北断供吗？陆家案不许在军屯妄议。一块木牌证明不了谁赌渠，只能证明这条渠跟3年前的军田营有关。牌子也是陆家的。陆将军，你敢说这事儿和陆家无关？再说一遍。将军，现在杀他，正好坐实他的话。
木牌腐烂很久，但赌渠的麻绳还没烂透。赌渠不是3年前动的手，是近1年。你确定？木头泡3年发软发黑，这麻绳最多1年。继续挖。别浇，这水不能直接进田。将军，这是3年前陆家军田营的牌子。当年不是说陆家私吞军粮，才害朔北断供吗？陆家案不许在军屯妄议。证明不了是谁赌渠，证明这条渠跟3年前的军田营有关。旧渠陆家管的，牌子也是陆将军，你敢说这事儿和陆家无关？再说一遍，不是你说要排盐匀水？饮水是洗盐，不是灌田。黑水先排掉，等清水出来再进试田。你连水往哪流都算好了。水走错路，旧田也能变毁田。就算渠通了又如何？上游闸门早锁了，没有水，拿什么洗盐？你怎么知道上游闸门锁了？带路。众人赶到上游小闸，闸门果然被铁锁锁死，锁上刻着现仓印记。这是现仓的锁，不该出现在军田渠上。粮路被换，水路被锁，他们不是怕我们查粮，是怕这片地真的荒。县令有令，擅开锁闸者，以盗用官水论罪。此闸归县仓管辖，没有县令手令，谁也不能开。这是军田旧渠，什么时候成了县仓的水？图上写的清楚，归县仓。3年前的旧渠新图上没了，现在连水也归别人了。新图改过，这里原本有军田渠3个字，被刮掉重写了。一个流放罪教，也配看官图？我不配，但梁皇不会因为我不配就少饿1个人。陆将军若敢开闸，县令明日就上奏，说你私调官水，强占民将军渠。别砍锁，你怕了？砍锁他们就赢了。我们要水也要证据，闸不能开，溢出的水能接，他自己流出来不算盗闸。这点水够什么？够3亩试田的洗盐沟。我们要证明地能活，不是灌满整片军田。有水了，真有水了！为什么不多浇点？盐碱地不能乱泡，先让水带走表层盐，再排出去。水留在地里，盐也会留下。回去告诉县令，明日我亲自带旧图新图问他谁改了军田渠。将军，村里出事，有人说沈姑娘私藏好粮，百姓为了伙房。他们动不了水，就开始动人心了。凭什么孩子和伤兵先吃？是不是好粮都被他藏起来了？那是流放来的，谁知道安的什么心？交出来！将军，刀压不住饿肚子的人，把粮袋打开，账册也拿出来。照做。这是找回的新麦，按人数只够3日，老人、孩子、伤兵先吃。是他们最容易就该饿着。不是偏心，是他们最容易先倒下。从今日起，粮数上百，领粮画押，谁多拿，大家看得见；谁少拿，也一定补。这看着也没变多少。改土不是变戏法，先看盐有没有往下走。看，这块水浑的发白是盐重，这块淡一些，说明洗盐有用。那能种了吗？不能直接种粮，先育苗，再移栽。7日看苗，不看粮。昨夜是沈姑娘救了我孙儿，她若藏粮，不会先把孩子救活。说的好听，谁知道锅里有没有硬你坏粮？不是本屯的人，你胡说！本屯断藤2日，人人脚上都是泥血，你的靴底是干黄土。从过道来，他们要你们恨我，因为只要伙房一乱，3日救济就断了。你好，谁在闹？先问问昨晚那锅没粮是谁拦下的？你刚才不怕他们冲上来？怕，所以要把账摊在阳光下。恶人最怕不公，不是少事。你说清楚！县令已经赈粮，改拨县仓，你们等不到了。好个粮组，用没粮填仓。他们不是想偷一批粮，是想让军屯账面有粮，实际上饿死。将军，新麦只够3日，这农后怎么办？他救不了眼前粮荒，所以7日验地必须成。他救不了眼前粮荒，但能让我们有资格要回军田和水渠。这看着也明军田能活，县仓劫粮的理由就站不住。改土不是变戏法，先看盐有没有往下走。看，这块水浑的发白是盐重，这块淡一些，说明洗盐有用。那能种了吗？这就是你说的验地。外面地冷，种子容易冻死。现在暖棚催芽，根壮了，再移到改过的小溪里。将军也会做这个？小时候在军田营待过，我父亲说，将军不懂粮就不懂兵。那3年前的军田营真会私吞军粮吗？我父兄死在那场案子里，朝廷说他们贪粮误军，我不信。那就让地说话。如果当年的渠是被人堵的，陆家案就未必是贪你粮。为什么帮我？我不是帮你，我是在帮被贾璋害死的人和被贾璋害惨的我自己。等你很久了。这是什么毒？不是毒，是盐。撒盐能做什么？让种子脱水，发不了芽。明早大家只会看到一盘死种，他们就能说盐碱地根本救不住。抓我没用，7日之内苗不出，你还是输。完了，还能救吗撒的不？多，可以换土。被盐碰过的种子挑出来，清水短洗，另盘观察。我守3日救济，你守住了。7日验地，我替你守夜。暖棚不能太热，也不能冻，火盆离远一点。夜里每隔1个时辰看一次，草席结霜就掸掉，别让水滴进苗盘。记住了，你不睡？睡不着。3日粮荒稳住了，但赈粮被劫，水局被锁。这几盘苗要是死了，朔北就又回到死路。你救的是我的军屯，别先把自己熬倒。谢谢。出芽了，这是真的出芽了。还不算活，接下来要看根能不能扎进改过的土里。还差几日？3日，3日后移苗才是第一关。将军，县衙来人了，说沈姑娘私动军粮，蛊惑军民，要把她带走。谁敢带她？他们不是现在才来，
是等到苗出了才来。什么意思？他们怕我证明地能生，所以要在移苗前把我带上。来人，锁了！流放醉卷沈之和私查粮仓，扰乱军屯。来人，锁了！他现在不能走。陆将军，他是流放犯籍，不是你的兵，本官带他问罪，合情合理。大人要拿我可以，但先请大人说清楚，献仓的人为何夜闯军屯暖棚？人赃俱获，你没铜牌，证明不了他受献仓指使，也证明不了你无罪。这是盐，撒进苗盘，种子就会脱水死芽。他不偷粮不伤人，偏毁本官只知道一个罪人不该插手军粮均田，军粮被化，均田水损，追随军屯有人投毒毁苗，这些都发生在我朔北军屯。你要抗县衙文书。我要查军粮案。陆恒，你父兄当年也是这么说的，说查粮，说查田，最后呢？大人既然提陆家旧案，那更让我们查清，明日就能锁任何一个发现没粮的人。本官给陆将军7日之约，若夜不出国，这朔北的地没你想的那么听话。出衙只是第一步，今已经改图里了，才知道他能不能活。还差几日？3日。不好，崩塌了！靠风口的2盘冻伤了，先别乱碰。是不是全完了？没有，冻伤最重的隔离，轻的慢慢回温，不能直接靠火烤，牙会死得更快。不是风转到人，是被割的。副将立刻带人搜查。火盆推3盘另放，等图文缓回来再看。这几盘还能用吗？重伤的不算，轻伤的留作观察。7日验地，只需要证明改土能养活苗，不需要每一土就是他割的绳。不想得病了，有人给我粮食，只要割一根绳，不会死。给你粮的人长什么样？穿灰袍，袖口有青色叶纹。献仓主簿的人，拖下去。先别打，他是证人，不是主谋。你每次都替这些人说话，不是替他说话，是不能让真正偷粮的人躲在一个恶孩子后面。记账，这袋粮先给他娘治疾，日后他家有劳力，补功抵粮。你不怕别人说你偏心？所以要记账，不记账的善心，最后会变成新的不公。活了，还没到高兴的时候，今晚能熬过去，明日才可移第一批试苗。沈姑娘，炮种的水刚出到水面上，他们开始动水了。这水不能用了，谁干的？这缸水人不能喝，种也不能泡。先查有没有人误饮。早上还没人动，那就好。没有水，种子怎么办？沟里的水还没澄清，也不能直接用。取血，血水能泡种？能，但要化开澄清。上层浮灰不用，底下泥沙不用，只取中段清水。能赶上1秒吗？赶不上就正中他们下怀，所以要更快，但不能乱。又是献仓主簿，查他住处，浮起来的不要，沉下去的才有力气扎根。人也一样吗？人比种子难，有些人沉在泥里也能活。已经2夜没睡，等第一批苗移进土里再说。你倒像真把这3亩地当命。他若活，朔北才有机会查沈家的事。沈家案你记得多少？他说，账不是沈家做的。账，将军也想到了，两岸靠账害人，沈家案未必不是。将军，主簿跑了，屋里剩烧过的灰。追！别只追人，追车。人能空手跑，账成2袋均田土跑不了太远。等我回来，看见苗活着，将军也活着回来。这下怎么办？去军马料库。这些是马料，动了，军马怎么办？只取一小部分做验地，不敲马数量，每取1斗，账上记清楚。马料也能当种？不能当正经田种，但能验土。我们现在要看证明改过的土能让根活，2种一起试，结果更清楚。为什么要2种？1种活可能是巧合，2种都活才更能说明土有。为什么还要种在坏土里？没有对照，他们会说苗本来就能活；有对照，地自己会说话。这样太慢了，根断了，苗就废了。慢一点，是为了少死一点。几根小苗真能救朔北？昨夜1碗干净粥也是他从几袋粮里抠出来的，我信他。折腾吧，验地反上来，明早全黄。血不是血，加深排不够。苗先移到沟边离眼小溪，表白霜刮掉，不要混回土里。现在改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发现问题就改，比硬撑到死强。陆恒不在，众人有些乱。沈姑娘说话就话，其他人跟上。沈之和，你说地能改，可朔北最老的庄稼把子说你这是毁田。乱翻，越翻盐越上来。他这么办是要把地彻底毁了。老把式都这么说了，我没真错。本官不是为难他，是怕他误了均田。老人家，没有排海水地动，确实越翻越坏。可这里原本分通泥水渠，1盘原土，1盘改土。若我的法子毁田，为什么改土还活着？这土确实没那么咸了。你看清楚再说。大人给了你粮，对吗？我这都快不行了，院长让我去给粮，我没想害人。收粮撒破粮，孙子病了也要救。朔北不能变成恶人互咬的地方。沈之和，你倒会收买人心。不是收买，是大人给不了公道，我只好把账摊开。姑娘，小心献仓主簿，真正改土的人是他，他袖口有青叶纹。将军，是陆家旧案卷宗。陆家卷宗怎么会在献仓主簿手里？追主簿。
陆将军饶命，我只是管账的。管账的人最知道谁吃人血馒头。先别全打开，烧过的纸脆，一碰就碎。把没烧透的边角分开压平。这时候还管纸？证据碎了，就真只剩嘴了。3年前案发前，均田渠已经改道，也就是说，陆家均田营断粮前，水路先断了。朝廷卷宗里没有这一页。又是县仓。县仓只是手，能改均田渠归属的，不会只是一个县仓主簿。我不知道上面是谁，我只按批文做账。批文在哪儿？有一份副本在第3辆车底板下。怎么了？这印我见过。账不是沈家做的，印也不是这么用的。这半账不够，只能证明有人借官印改过图，不能证明谁下。沈姑娘，改图小一的苗还活着，但县里说明日7日到，要当众验地。那就当众验。沈姑娘，你别查了，当年第1份改区批文盖的就是沈家的印。我没骗你，陆家案最早那份改区批文上面就是沈家印。批文在哪儿？正本不在我手里，我只见过副本。会不会是他挑拨？可能，所以更要看证据。你信哪一种？我信完整证据。好，在证据出来前，我不疑你，也请你在证据出来前，别疑我陆家。一言为定。 7日之约明日才到，本官今日先看一眼，免得有人夜里偷换苗。可以。再进一步，按毁均田论，其根弱苗护得跟宝贝似的。沈之和，你可别怪本官不留情。明日看的是根，不是嘴。你今日听到沈家印没有乱？乱也没用，地不会因为我难过就多活一株苗。人也一样，人不一样，人难过了需要有人守一守。你可以把灯放近。那今晚我守。 沈姑娘，水漫进来了，不能让水停在根上，也会跟着水返回来。怎么做？开临时泄水口，把水引到废坑，别进原土区。换班，守冻江的人去搬草灰，不许硬撑。这时候还换班？守废了，明日谁种地？将军，我。有人看着，明日他们一定会拿水漫苗地做文章。那就让他们看见我们怎么排出去。 倒的这几株根前，活着的根已经扎进改土。今日验地有证据了。这是做什么？防他们说我偷换。每一株从哪里取，谁看见谁画押。沈姑娘，今日要是他们还说不算，我们替你说话。不用替我说，替你们自己的粮说。 7日到了，沈之和，你的死地活了吗？活，大人看根。根，本官只看粮。7日无粮，就是欺君。这句话全屯都听见了。 几根青苗救不了朔北，你是在用把戏拖延粮荒。我从未说7日能收粮，我说的是7日证明死地能活。现在，请大人看清楚，这是没改过的盐土，苗出得来，但扎不住。这是洗盐、排水、混浮土草灰后的小旗，根能扎下去。真有比探花苗长多了。谁知道你有没有偷换？每块地边都有入河画押，移苗那日，守仓兵老妇还有县衙差役都在。谁若说我偷换，请现在站出来。 7日验地，沈之和做到了。从今日起，由边牧军军暂管，任何人不得再所。你敢？军屯要活。 我就敢。30亩不是全种粮，先分实验于育苗区、排盐区，稳住了再扩。树北有苗了，别跪我！将军追到主簿了，车上有陆家案卷，还有改渠批文。县令大人，现在不只是验地了，该验账了。陆恒，你别忘了，陆家当年本就是罪案之家，旧卷宗翻出来未必对你有利。那就一起翻。沈姑娘，你别只查陆家，当年改渠第1批文盖的是沈家印。 沈家印，那沈姑娘家也签进去了，印是假的，账也是假的。这只是印不能证明沈家有罪，也不能证明沈无罪。你倒是会替自己家开脱。我不是开脱，我是说证据不全。你是沈家印，正本在哪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见过副本。谁给你看的副本？说，经理来的管事只知道他拿着那副通行牌，他说陆家这辈就永远翻不了，沈家永远洗不清。所以两岸水岸、陆家案、沈家全至少想让他们连在一起。也有人真相永远埋在荒地。一个逃犯主簿胡言乱语也能当证据？那县令大人为何急着走？今日最重要的证据不是这半张批文，只要地能活，当年的均田无粮就要重查。只要均田重查，陆家案就要重查。只要改区批文重查，沈家案你怕吗？怕，但比起更讨厌被人暗支头润。负责是施田连粮帐水渠，谁敢动他？先问我的大刀。 将军，这是把我架到火上，也是把你放到我看得见的地方。别急着全种，先把排水给挖通。这次2指中，我们不赌命，赌方。几株就够麻烦了。30亩不能一口吃成胖子，10亩排盐，10亩育苗，10亩试种。谁乱撒种，谁就是糟蹋粮。县令有令，军屯粮案未解，所有新麦暂调北仓封存。北仓，
那是县管的地方。陆将军，文书齐全，请交粮。这不是将军的真印，真印右下有缺，这枚没有。而且这文书写的是昨日调粮，可昨日县令还在石田边，没提过封粮。我不验官文，我验假账。行，不好了，趁刚才石田开工，粮仓后面被人调走2条新麦，粮又没了。我们才刚吃上干净粮。别乱，先清点仓内粮，再查车辙。粮车重，雪地藏不住。追，走大路未必追得到，他们敢用假文书，应该早有退路。查北门、旧渠、费窑3处。你跟我走。我正有此意。粮车不是消失了，是进了地下。朔北地下怎么会有这种地方？这可能是旧渠网的一段。先别下，多年封闭的地方不能贸然进。为什么？里面可能缺气，也可能有腐气。先放灯探风，再用栓人。有风，可以进。每隔10步留记号，别迷路。车刚过不久，轮上麦粉，粮一定从这里走。走哪边？麦粒多的这边。偷粮的人不怕留下路，只怕我们没命走到头。陷阱。他们不是临时偷粮，这条用了很多次。镇粮没走远，全藏在这儿。这批是新粮，能吃，但先别全搬，留2袋原味等接头的人。又要调人。粮就3日，证据就以后，2样都要。有人封路，别乱动，绕地他。我们被困住了！都闭嘴，省气。这不是死仓，旧渠一定有出口。你怎么确定？粮能从这里运进来，就一定能运出去。他们不可能只留一条路。这里，兵士准备砸墙。等等，别硬砸承重墙，找旧砖缝。地道一塌，粮和人都埋了。听他的。从这里走，粮先不搬，人先出去。可这些粮，人死了，粮也救不了屯。跟紧我。将军放心，我不逞强。你最好是真的。让。小伤。出去后包扎。将军若倒了，我这屯田泉谁给我撑腰？只惦记屯田泉，也惦记将军别死。这密道直通均田，怪不得他们要控制渠网，地下走粮，地上断水。朔北饿不饿，全在他们手里。将军，石田被人改道了，苗地快干了。再干半日，刚移的苗就危险了。还没到死苗的时候，先包改土小期，别想着全救。30亩呢？30亩是计划，不是现在就全靠天喝水。先救根已经扎下去的苗。又是现藏。白天风大，水容易散，傍晚浇，草膝盖，沟边铺干草。这能顶多久？1日，1日内必须把上游水道夺回来，或者找到备用水。我去上游。别只带旧土、假土、现仓木板，这次不是抢水，是拿回军区。将军也别再受伤。沈姑娘，我能做什么？编草连，今夜护苗，全靠他们绑风保湿。粮仓着火了，新麦和种子都在里面。先救人，再救账簿，再救种袋，水桶排队，不许紧门。种子没了。不对，这里少了3袋，不是烧了，是被偷了。粮刚找回来，种子又没了，这地还种不种？先清点，烧坏多少，偷多少，剩下多少。没数之前，谁都不休，全完了。种袋分3处存放，不是都在两岸之后，我不会把所有活路放在一个地方。这里烧的是明仓，还有2处暗存。你什么时候分的？取马料那日，种子少，就更不能一处放。偷走了的种子去了北仓。我们现在追，但不是全屯去追，士田要守，粮仓要守，水也要守。他们就想让我们顾此失彼。老兵守粮，轻装护田，副将带10人追北仓。我去查被偷的是哪3袋。沈姑娘，你不去北仓？被偷什么比追去哪儿更重要。他们知道哪些种最有用，军屯里还有内鬼。县令令赐军屯高产2种，沈之和若不收，就是故意务农。这不是2种，这是死种。县令大人说了，2种送到，沈之和若不收，就是抗命。百姓看着一袋袋种子，有些动摇。看着好，不一定能活。你连县令镇种也敢污蔑？这批种被热水烫过，外表还在，芽已经死了，种下去只会烂在土里。胡说！那就是一盘现仓镇种，一盘军屯存种，一盘马料挑种，同样的水，同样的土。春耕等不了你2日，种错了，等的就不是2日，是整鸡无语。叶燕，他不之前演练没种，后续验真粮没错。县令这粮本就被你们劫过一次，现在又拿粮逼我们种死种，这不是赈灾，是灭口。军区已暂时夺回，
献仓在锁水，按阻军屯耕作论罪。你受伤了？擦伤。将军对小伤的理解，我已经不太信了。验完种，你亲自看。有人给死种里掺火种。对，只要明日有几粒发芽，他们就能说镇种没问题。等大面积种下死种，军屯就彻底误了实力。先别惊动，换一种验法。沈之和，镇种若发了芽，你就当众认错，看见没有？他污蔑镇种。这几粒不是同一批。你又狡辩！现仓死种外皮发亮，棚芽发硬，这几粒外皮粗糙，是军屯旧种，有人昨夜混进去的。发芽率差这么多，不是水土问题，是种子问题。发芽率差这么多，不是水土问题，是种子问题。现仓给我粮，说只要混粒真种进去，就能让沈姑娘失信。以后所有种子入田前，先验芽，能活的入田，不能活的做饲料或磨粉，绝不误种。死种还能吃吗？不霉不毒，可以磨粉救急，但不能当种。北仓方向快马来报，将军，北仓开了，里面没有镇粮，只有一面假墙。假墙后面才是真仓。后面有东西，北仓归县仓管，谁敢拆墙？这里藏过军屯心脉，我拆的不是县仓，是证据。墙是新砌的，还没干够。拆。镇粮全在这儿。县令说没粮，原来都藏起来了。心脉能吃，镇种要验，帐风盯好，别让人碰乱。他发现几袋被偷的军屯种子，袋口还带着国厂徽。陆恒，你擅拆县仓，意图谋反吗？县仓只是经军粮调包死种，县令大人，你们无令破仓，岂不是罪加一等？那为何账上写着折价外运？为何强心气？为何军屯被偷的种在里面？陆恒破县仓，沈之和扰军屯，两人都拿下。经理的人终于来了。大人明鉴，陆恒强拆县仓，沈之和妖言惑众。陆家余孽果然还是不安分。监军使来的真快，北仓刚拆你就到了。大人既然来了，正好验仓。心脉、镇种、帐脊、假墙。本官验的是军纪，你一个流放罪眷，谁给你的资格？粮给的，地给的，还有全屯等饭吃的人给的。谁动他，先过我。将军，现在不能打。我知道。大人说我扰军屯，那请问，把死种当镇种发给军屯，算不算扰军屯？镇粮账面入县仓，食物藏北仓假墙，军屯账面粮足，锅里却是没粮，这不是我扰乱。沈姑娘救过我们，没粮是她拦的，是田是她种活的。没有他，我孙儿早死了。好，本官给你3日，当众验粮验账。3日后若证据不足，陆恒革职，沈之和押回京城。若证据足呢？不，县令停职，北仓封查。3日够了。你每次都说够，因为不够也得够。你以为监军使是来救我的？原本5箱，现在只剩4箱，少的是哪一箱？守仓兵翻记录，军田取网账，他们拿走的是水路。追监军使不能空口追，先看剩下4箱有没有互证，账箱能少，账目不会只写一处。看车马，偷粮要车，改渠要工，砌墙要灰，只要做过就会留下用料。假墙是内晚砌的，能不能定县令？能定他藏粮调种，但定不了经理那个人。没粮死种心脉。假文书、旧军田图，这些加起来足够证明不是天灾断粮，是人为断路。县仓有错，也不能证明陆家旧案可翻。陆恒上前，当年若同样如此，陆家就不是无军，是被人陷。我不求今日翻案，只求重账下全找回来。水账给你们断彩，账会丢，地不会。每一条旧渠都还在地下。从明日起，我们按图复渠，挖到哪里，真相就报。3心中明确，若复渠有果，朔北军田案重开。30日复渠不是小事，你怕？怕耽误春耕，那就边种边挖，正合我意。沈之和还不能死，他得亲手把沈家的罪挖出来。粮可暂归军屯，但账册留本官处核查。粮要回去救命，账要留副本验真，2样都不能少。你要抄账，不抄明日就可能遗失。粮仓里丢过1次账，我不想看第2次。新麦做人粮，死种确认无霉无毒后磨粉掺粥，镇种先验芽，活种入田，死种入口。沈姑娘，30日后真能有粮吗？30日长不出粮，但30日能挖出水路，有水路，春耕才不是赌命。这要挖到什么时候？先挖通主渠，再清支渠，别贪快，渠塌了就前功尽弃。做什么？防守。旧渠里碎石多，将军的小伤再多几个，我就没靠山了。沈管事都会使唤靠山。挖到了，有水上。旧渠多年未清，第一股水不能进田，先引到废坑沉淀。幸亏没直接浇田。陆桓将军，这不是渠碑，这是当年陆家军填营的封渠令。
又是沈家印这块石板，不能直接定罪，先看它是什么时候埋下去的。石头还能看时候，看不准年份，但能看它是不是原位。石板背面干净，正面淤泥厚，它不是当年立在这里的，是后来被人推倒埋进泥里。有人故意让我们挖到它，至少有人希望我们看到沈家印。沈管事，这石板要交监军使。可以，但拓印3份，军屯、监军、县当各留1份，谁少1份谁心虚。拓。现在有水了，能不能多浇？不能，幼苗根浅，水多会烂根，少量多次，先保活，再谈长。沈姑娘，有人说旧渠水有邪气，碰了会生病，好几户不肯来挖了。又是谣言。不全是，旧渠淤水确实脏，他们害怕，是因为没人讲清楚。清渠的人不喝渠水，伤口不碰淤泥，收工用热水和草灰洗手。谁受伤，立刻登记处理陈清水，只能先灌沟洗盐，喝水另取井水。奉京中密令，不入明道。这不是普通封渠令，是有人绕过明道，暗中断了均田水。也说明沈家印未必是主印，他可能只是被借来盖暗令。你是在替沈家找退路？我是在替真相找路。沈家若有罪，我查；沈家若被盗印，我也查。将军，监军使要见石板原件。原件可以给，但给之前要把石板重量、裂纹、缺角全部记下。这么细，证物移到别人手里，就可能长出新字，也可能少掉旧字。你从前到底经历过什么？经历过数据被改，也经历过没人信我。走哪条？左边是旧主渠，右边是后来新挖的暗渠。暗渠通向哪里，才是他们偷水偷粮的路。主渠继续清，暗沟我带人探。我也去。不行，我不信你们看不懂哪里该危险。挖渠不是砍人，凭蛮力会塌。跟在我后面，半步都不许离。将军管得真宽。你现在归我军屯管。这条暗渠还在用，主渠让他们挖，只要暗渠不漏，军屯水还是我们的。别抓，他们身后的水声不对，这暗渠里藏着活水源。你确定是活水？死水没有这样的回声，墙后要么是水眼，要么是主。先记录，抓2个小卒，换不回水源。主渠在明处，暗渠绕过均田，直接迎向北仓。他们不是偷一点水，所以县仓能藏粮，也能控水。沈姑娘，苗是不是缺水？表土干，底土还有湿，现在浇一点，傍晚再盖草帘，别被叶子吓住。暗渠若有活水，能不能马上砸开？不能，水压不明，砸开可能冲毁尸田。先开泄水沟，再开探口。我只修过墙，没进过暗渠深处。你修墙用的灰掺了什么？糯米浆、石灰、麻心。那面墙是挡水墙，不是普通隔墙，里面水不小。幸亏没让副将砸。我听见了。先接竹槽，别扩大，让水慢慢出。竹槽把清水引入沉淀坑，水色比旧渠淤水干净许多。有活水了。先验水，先沉淀，活水也不能直接入口。是逃走的县仓主簿。有人在断线。水边死人，这水还能用吗？沈之和立刻下令封沉淀坑，这坑水不用，上游探孔暂封。好不容易找到活水又封，死人污染过的不能冒险，我们要的是活路，不是赌命。不是淹死杀人，再丢水边，脖颈有勒痕，目的不是杀主簿，是回水源。主簿死在军屯水源旁，陆将军嫌疑最大。他活着能指证县仓，死了反倒怪我。他不是在这里被杀的，沉淀坑旁是黑泥，100却是黄土，杀人地点在过道或旧窑一带。你又凭土断案？土会沾血，也会说谎。探孔上方重新碰过的下游水汽用隔离沟，上游清水令槽引走，和废坑分开。好，这样就能用？能用于洗盐灌沟，入口水仍走井水，2条线不能混。沈姑娘说清楚，我们就不怕。将军，在旧窑找到血迹，还有一块监军卫腰牌，污蔑。沈姑娘，这别急着看字，先看牌，刻字很新，铜屑还没磨平。如果真是旧物，不会这么干净。谁给你的牌？不是我的，我不知道。为了做旧，抹了油灰，可刻痕太新，油脂进了表层。栽赃！你每次被栽赃，都这么冷静？不冷静会哭，哭不能验牌。以后可以先验，再哭。那将军记得递帕子。苗叶舒展开了，只是缓过来，别吹成神迹。百姓笑了，气氛第一次轻松一点。这是从他鞋底夹层找到的。西坡石闸没在旧土上，可能是控制暗渠的总闸。落在他们手里，随时还能断水。所以副渠不只是挖通，还要夺回总闸。明日查西坡石闸。今晚就去。太危险。他们也知道明日我们会去，今晚才可能看到真东西。水不能一下断，一下断他们会查。让水一天少一点，苗自然会死。那沈家女呢？她要活到挖出沈家罪证，再死。别出声。京中要的是完整渠网图，陆恒不能拿到。30日期限内，我会让他输。先看闸。人跑了。
人会再来。水今晚被冻了，苗等不了。他们不是断水，是控水，让我们以为水还在，其实不够根用。停，再一点就够。将军要是手废了，以后谁替我开闸？你倒会挑我活着的理由。做什么？明日若记号变了，就知道有人又动过。是不是水有毒？不是水，黑斑在叶面，根还白，有人撒了东西在叶上，有股苦味。别闻太近，先把有斑的苗隔离，别乱摸。粉是从草莲上落下来的，有人借盖莲时撒的。那整片苗都不能要了。先分区，有斑的检叶观察，没斑的换新草莲，工具用热水洗过再用。查它的草鞋，撒粉会沾鞋缝。又是献仓余党，县令已被停职，献仓还能动，说明背后不是县令。剪了叶子，苗还能活。伤一点总比整株烂掉强，但这批不能做主样，只能另计。以后每块地都要挂牌，哪天浇水，哪天盖帘，谁值守，谁负责。地活了，账也得活。你这是把军屯变成衙门。衙门的账会骗人，我们的账要让人骗不了。别查西坡，闸下有死人。原来他们死在闸下。他们可能不是逃兵，他们是在守闸或者试图开闸。证据呢？他们的位置在闸柄下方。如果是抛尸，不会特意塞进这么窄的地方。先别让怒气替你做决定，白骨能翻案，也能被人说成私仇。大人急什么？这里还有第二行字：沈印家。沈家印是假的，那沈家也是被栽赃。彼此乱刻，不能作证。他不能直接定案，但能作为线索，至少说明当年有人发现沈家米有问题。父婿可能到死都在查件事。字刻得很浅，说明刻字的人没多少力气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句最要命，他临死前最想留下的就是他。陆恒，你若想平起到华恩藩旧案，就是妄想。我不平华恩藩案，我平渠平梁渐渐藩。现在均田渠被暗改，陆家旧部死在闸下，沈家印存在伪造疑点。大人若还说不查，就是护案。白骨暂封，支闸暂由军屯看管，但案未上报前，任何人不得外传。可以，但封存记录，三方画押，军屯、监军可在姓各执。你连百姓姓代表算进去？这案子害的是军屯，他们该有一份见证。苗还活着，渠也通了一段。那么死人的话，我们听见了，挖这不是后悔，我只说太晚听见。那就从现在开始。若最后真查到沈家也有人涉案，那就查沈家。我只要真相，不要遮羞布。好，我陪你查。根稳住了，下一步可以试扩10亩，不是30亩。贪都会死苗，10亩活了，再谈30亩。沈管事说了算。沈印被看破，就换陆印，这一次让他自己背自己的罪。稳苗区、试斗区、补苗区。沈姑娘，这回能算众成了吗？算站住了，不算众成。苗活到拔节，才敢说过第一关。将军，你的伤是打算拿来浇灌吗？小伤。再说小伤，我就把你写进病苗区。将军，出事了！县仓收到一份军令，说您调走北仓300新麦，转运西营。我没下过令，印看着是真的，看着真才麻烦。边角缺口对上了，这枚假印比之前仿个更细。能变吗？能，但不能只靠嘴变，要找它哪里不像人用的。真印常用，边缘吃泥不均，像是刚刻好，印面盖出来。可监军使若不认，还是能拿这个罪。人血套好，那就查粮车。